我们又回来了。现在我们进入进阶篇，来了解 Transformer 的内部结构框架。它呢使用的是编码器 encoder 和解码器 decoder 的架构。编码器 input 呢，你可以想象是有个句子，它有 n 个单词 ，xt 呢代表第 t 个单词 ，gt 呢表示第 t 个单词对应的一个长为512的一个向量。有很多这种做 embedding 的 package， 像比较常用 BPE 啊这些，可以把你每一个词变成一个 embedding layer 的向量输入进去。input 这里呢加了 position encoding， 因为需要把它 sequence 这个信息给记录进去。这个 position encoding 也是长度为第512的向量，这些都是可以调的一些 hyperparameters。每个层呢都包含了2个子层 sublayer， 就第一个子层就是多头自注意机制multi-head self-attention， 和到前馈神经网络multi-layer perception。编码器的输出呢，接着会作为解码器的输入，后面呢我们会用图形来把其中细节表示出来。这里呢是把6个 encoder 编码器叠在一起，变成了一个 transformer block。这里面的重中之重呢就是 attention， 它怎么算出来的？它这里呢是将输入序列中的每个位置都与其他位置进行注意力计算，以捕捉到不同位置之间的依赖关系。所以这 attention 到底是个啥？我们还是看公式吧。它首先呢是将查询的 key value pair 映射为输出的函数，它们都是这个 attention 就2次矩阵乘法就能把它算好了。它其实看起来跟算 cosine 挺像的，它是通过呢计算query 和 key 的相似度来为这个 value 分配权重。所以呢，这个 output 呢，就你 value 的一个加权和。上面那个例子，就这个 it 指代到底是 street 呢，还是指代是 animal？ 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句子中，它每一蓝色线条权重粗细是不一样的。这个权重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这里就是这个 value 对应的 key 和你这个 query 的相似度来算的。这个相似度呢就叫做 compatibility function。随着你 query 的改变呀，因为权重分配不一样，会导致你的输出也会有不一样。这里的 query 和 key 你可以看作是同一个东西。在编码器中encoder 这里左边的部分，输入是一系列向量，每个向量呢都代表着一个词。注意力层呢包含的是 key value 和 query， 它们也是分别是相同维度的向量，表示编码器中的每个词。注意力层的输出是对输入进行加权求和的结果。不同的相似函数导致不一样的注意力版本。Transformer 自己这里用到一个计算注意力的函数呢，叫 scale dot product attention。它这里啊，之所以叫 scale 的 dot， 因为后面啊处理了一个缩放因子，就是根号 d， 就这个 dk 在这里的话，如果你 multi head 只有一个 head 的话，一个头的话，那 dk 就512，后面它变成8个头的话，这个 dk 的话就512除以8等于64。这个 scale 了之后呢，dot product 呢就是你的 query 乘以你的key 的一个转置。这里呀有点像 cosine query 和 key 做内积，然后再除以向量长度为 dk。query 和 key 的长度都是dk 在这里。一个头的话就512，8个头的话就512除以8等于64，因为后面会做 multi head， 就映射到一个维度稍微小一点的空间，让他们每个8个头每个人能学习到不同的信息，在不同的特征向量在这。然后呢，2个向量的点击结果可能会变得很大，导致呢那个 softmax 函数的输出结果更接近于1，而其他值呢会更接近于0。所以呢，这会导致啊后面梯度变小。那为了使它这个网络训练得动的话，然后我们会出一个根号 dk，以控制点击结果的范围。你看它这个如果算的也是2个向量 ，a 向量乘以 b 向量，再除以它们的模在这里。然后呢，假设给 n 个 key value pair 的话，就会算出n 个值。因为这个 query 呢会跟每个 key 做内积，算出来之后再放进 softmax， 会得到 n 个非负的，然后而且呀加起来等于1的一个权重。那么这是 attention，那啥又是 self attention？因为啊你这里 key value query 其实就是一个东西，就自己本身嘛。这个向量呢，它每次跟每一个输入的别的向量计算相似度的话，相似度比较高的话，那么这个权重就会稍微高一点。假设我们不考虑多头有投影的情况下，一个加权和
加权和你的权重来自你自己本身跟各个向量之间的一个相似度。如果有多个头的话，因为有投影，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学习 h 个就 h 等于8，这里8个不太一样的距离空间出来。知道 attention 和 self attention，那么什么是 multi-head self attention？它这里呢主要是将输入的 query key 和 value 投影到低维度的空间。多头注意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不同的模式和特征，最后将多个注意头的输出拼接在一起，并再次进行线性投影，得到最终结果。你可以看它论文中就有写，由于这个 dimension 减少，所以总共的计算的 computational cost 呢和一个头的其实是差不多的。接着呢，我们发现，多头自注意之后呢，它就有个残差连接，也就是每个子层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呢，添加一个残差连，把输入和输出相加，它们其实都是一样维度的嘛，输入也是512，输出的话这里也是512，就每个词的向量加起来会特别方便，也不需要做投影。然后残差连接呢，可以帮助信息的流动，从而改善梯度传播和提升模型性能。它其实这里有点应该是深受 ResNet XGBoost 的启发在这。做完残差连接之后呢，接着要做 Layer Normalization 成规一化。它这个呀和 Batch Norm 相比的话，Layer Norm 呢是对每一个样本进行归一，而不是对每一个特征进行归一。它通过计算每个样本就一行，而不是一列的均值和方差。这种方法对于序列长度变化大的情况是更加稳定的，并且不需要全局的均值和方差，而且 normalization 对后期 gradient descent 计算也是有帮助的。有 n 个512的向量在这个残差连接之后呀，我们这里连接的是个 fully connected feed-forward network， 全连接的前馈神经网络多层感知器 MLP 在这。它这里啊，就是对每一个输入的 pointwise， 就每一个词连了一个小的 MLP， 然后将整个序列中的信息呢再次进行汇聚和抓取，并进行投影和映射，以得到所需的语义空间的信息。就这每一个词啊，它不但包含自己本身的意思，结合上下文，这个词到底应该是代表啥？它微妙的细节都已经处理好了，都被 embedding 进去了。而且相同的权重作用在每一个词上，因此啊，这里也叫做点对点 pointwise。这个点对点的前馈网络呢有2个线性层，就是和 ReLU 作为激活函数，就 ReLU 这 max 作为激活函数组成。输入的维度是512，第一个线性层呢把它扩大了4倍，就2048的维度，然后经过第2个线性层的话，又把它投影回512维度，这样呢可以和输入维度相匹配。每个单词这里都接了一个 MLP， 而且每个 MLP 的权重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512个维度在进入 MLP 之前已经经过了 attention layer 嘛，所以它其实这512的维度已经抓取了整个序列信息，并且进行了聚合，使得每个 MLP 可以单独的对每个点进行运算。因为序列信息已经被汇聚完成了，相较于 RNN 来说，它只利用了上一个时刻的输出作为序列信息的传递方式，而 Transformer 呢，它自己通过了注意力层全局的抓取序列信息，然后再进行语义转换。你如果看这 MLP， 你看它这有2个 layer， 首先 ReLU max， 然后 x 乘 WE 第一个 layer， 然后接着第2个 layer 再乘个 W2 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巧妙的地方，就用了 position 的 encoding。它呀主要是用来区分不同位置的词在序列中的相对位置，因为这个自注意机制无法处理序列信息。如果我们将输入序列的顺序打乱后，注意力机制得到的结果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他们引用了 position 的 encoding， 将每个词的位置信息都编码为一个长度为 d 显而易见的 d 在这篇论文中是512的向量。然后呢，与嵌入层的就 embedding 之后的这个输出相加，位置编码使用的不同周期的正弦和余弦函数来计算。我觉得这还是挺巧妙的，因为一般而言我们会想到可能用one-hot embedding 啊或其他的，我其实也不太清楚为什么用这个正弦函数和余弦函数来计算，它也能把这个信息能学好在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巧妙的一个地方。
好了，讲完了编码器，我们现在来讲 decoder 解码器。对于解码器而言，它这里可以生成一个长为 m 的一个序列，n 和 m 是可以不一样长的。左边呢，这个 input 的，因为比如说你中文翻英文，英文翻中文，这个长度两个句子不一定是完全相等的。然后呢，每个单词的向量维度 d 都是一致的，每个词的 dimension 是一样的。对于这个解码器 decoder 的话，它是由3个子层组成，和编码器其实长得还挺像的，但它这里啊多了一个 mask 的带有掩码多头自注意力机制。可以以避免关注未来的信息，只关注当前和过去的信息。在 implement 的时候呢，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直接将后面时间部的值啊替换为一个很大的负数，然后这个很大负数经过 softmax 之后呢，对应的权重就会接近于0。这样的话，在计算输出时只会考虑当前时间部之间的信息。解码器中间这里。mask 的 attention 之后呢，它这里也引用了注意力机制。它这个不是 self attention，仅仅只是 multi attention，因为呀，它这个多头注意力机制，主要是用于解码器和编码器输出之间信息的交互的，把编码器里输出的信息根据我想要的东西把它能拎出来，这里不再是自注意机制，也就是呢，仅仅只有 key 和 value 是你编码器那边输出，然后 query 呢是你来自你解码器下一个 attention 的它输入给出的，其实这也 make sense，因为这样可以根据当前的输出选择编码器中相关的信息进行加权求和。我们待会儿看一个分解图会更容易理解。Multi-head attention layer 这又连接了一个 MLP，这里每个子能后面也都有残差连接，然后做完残差连接就再做layer node 成归一化在这。解码器的输出经过一系列重复的层后呢，进入输出层上 softmax，其实也是比较标准神经网络之后会得到最终的输出。解码器里面，你的这个词，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一个生成的。这里还用了一个概念，就是 auto regression 自回归。就在你拿到 y1第一个词之后 ，shift right，所以你要生成 yt 的话，可以把所有的 y1到 yt-1全部都拿到。好了。我们对 Transformer 的大致框架有了基本的了解，现在用 J 的 Visualization 把其中的细节再过一遍。我们省懒来用它这个 Visualization 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它内部的计算框架。首先呢，它就是 encoder 和 decoder。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encoder 内部呢，它是6个 encoder，就垒了6乘 n 等于6。decoder 这边也是，当然这是 hyperparameter，你可以调。然后你可以看到 encoder 这边它是每次只把它的value 和 key 给传给 decoder，这是 n 乘以 d dimension， 然后这里会有个m 乘 d dimension 的 query 通过这边进来。encoder 当中呢，一个就 self attention， 当然这边是多头的，所以这个也是个 hyperparameter。这 multi-head h 是等于8的 feed forward 这里也是个 pointwise， 对每一个词再接个 MLP 在这。接着呢 ，decoder 里面也是3层，和它比较像，但是这里呢，这个第一层的 self attention 这个 sub layer 的话，它是个 mask 的，然后接着呢，通过这边学习之后，把它的 query 放到这个 encoder decoder attention， 就是一个连接层在这里，它这就不是自注意力了，它是通过 encoder 这边的 key 和value 进来，包括这边 mask 的 attention query 进来，接着再接一个 MLP， 当然每和层和层之间还是有残差连接和layer node 的在这里。这边的话就是接着把它更细分，就假设encoder 这边输入了一个词 x，输入一个词这个 j 这里，然后呢每个词这应该是词根，它有对应的一个 embedding， 然后这个 embedding 的话，也有好多 package， 有一些像常用的 BPE 啊，这里接进来，接着呢这个 xe 进来之后，然后这边出来的 ze 的话是通过 self attention 学到全局信息之后的一个新的 embedding， 就这里只有单个词的信息，就可能512 dimension， 然后这里是学到全局信息的，然后每个词都有对应的一个 embedding， 然后接着在这里每个词再接个 MLP。
嘛，就 encoder 这边也是垒了6下。所以这个接着一层层往后输入的词 x1 怎么到 q1 呢 ？x1 要乘个 wq， 然后得到 q1， 就每个词有对应的q1、k1 和v1，x2 也对应的 q2、k2 和 v2 在这里。然后接着呢，它这里是算的一个 query 和 k 做scale dot，当然这个 q、k 和 v 啊。它这里取决你用多少个头，像论文中它是512除个8有8个头等于64，所以这 q 的 x1 的 dimension 512到 q 这边的话，映射之后它成了这个就成了 w 之后把它变成 dimension 就64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是说 dot product， 然后呢，接着的话，它出一个根号 d， 根号 d 呢是为了希望后面这个网络它不会出现 gradient 那个 vanish 或 explode 的那些 issue 在那，再上一个 softmax， 所以softmax 呢后面算出来就权重，权重的话我们就乘以它的 value，它是算的 softmax 乘以 value 在这里。就是矩阵，就是算出来那个softmax 之后矩阵呢，跟我们对应的 value 的矩阵，两个矩阵在加权求出的 z 和到 z2，所以这个它这边图画的还挺细的，就 metric 的那样 input x， 然后到了你会发现它 encoder 那边是 input 之后有3条线，每条线代表 qkv 在这。接着呢，这个 softmax 之后乘个 v 就加权得到的 z， 然后呢 z 的话我们有8个头，就把8个 z1 到 z8 一直拼接起来啊，就 z0 到 z7，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 flat 的一个向量，然后这你可以看成是512个 dimension 嘛，接着就接入的pointwise 的 MLP 在这，所以经过一通算之后，每个 head 它应该学到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它可以还是代表的是这个 it 学到是到底是 street 呢，还指的是 tile， 你会发现啊，它因为有全局的信息，就有点像不同国家不同国情一样，你这个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法令颁布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在那。你看 it 指代的是 tile， 因为这个动物太累了，所以呢它没有穿越马路。现在是汇总了一张进来 thinking machine 2个词 x1 是它的 embedding，自注意力层之后又 generate 了一个 embedding， 然后这2个 embedding 接着呢再做 layer node， 每个词再接个 MLP position wise 的 MLP add node 之后产差连接，接着呢第2层的 encoder 又是一个自注意力层再加上一个 MLP 层。右边的呢是 decoder， 所以这边传入的第一个 decoder 层这里画的更细，它把 key 和 value 传进来了。接着呢 query 是通过下面mask 的 attention 层所输出的。它这边有画一个动态的 gift 图。来之后，接着这边再生成，你可能会想，那它这个每一层这个里面 parameter 它这个怎么算出来的呢？圈定的时候要选择 lost function， 一开始的时候呢，每一个词它对应的话，它是 random assign 的一个 probability。如果回答对了的话 ，lost 就比较小；如果回答错了的话，接着走 back propagation， 就能把它一步步往下把那个权重 w 调好，就能知道 OK I 下面应该接的 m 在哪，如果接错的话，它会走 back propagation， update 那个权重。等模型劝好了之后，那么新来的句子只要走这个 transformer， 它就能够生成告诉你 OK I 后面接的是哪个词。transformer 就这样劝完了，下次有机会带着大家手动把 code 再 run 一遍。我们用分解图把模型的框架整个走了一遍，是不是有更清晰的了解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模型的时间复杂度吧。由于它的计算呢并不像 RNN 一样有 dependency， 所以并行效果非常好。而且呢，任意数据点之间它都是相关联的，它非常容易获取相关联数据点之间的信息，因为它做 embedding 的时候有学到上下文全局的信息。同时呢 transformer 对整个模型的假设比较少，
因此呢，也会导致它需要更大的数据和更大的模型才能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所以啊，现在 Transformer 的模型通常都非常大，而且计算成本很高。在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的那篇论文中，他们的实验数据是使用了4.5万个英语翻德语的句子对。这里呢，他们使用的是 BPE 编码。byte pair encoding 为了减小字典的大小，作者呢采用了 BPE 的方法对英语和德语进行编码，将词根提取出来，使得字典中只包含了37000个 token。所以呢，在这里编码器和解码器享受相同的 embedding 权重，使得模型变得更加简单。这里插个题外话，其实 Angel 也就是李飞飞的高图，以前是 OpenAI 的，后面被 Elon Musk 挖去特斯拉。现在呢，又澳金工跳回 OpenAI 了。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应该做 end-to-end 的连接，而不是中间插入一个 BPE embedding 在这。比如说啊，你加入这个 embedding， 如果你需要 GPT 模型把一个单词 reverse 过来，但由于呢是 tokenizer 限制，它就不干了。观点其实和当初 AlexNet 效果有一点像，因为它其中之一的创新就是它的 input 啊，直接是用的 raw RGB 的 pixel data， 并没有用当初2012年的时候还很主流的，需要把 image data 先做一层 safe， 再让 CNN 进行学习。所以啊，做这种 end-to-end 的 embedding 啊，反而机器能学得更好。这篇他们使用的，然后模型在劝的过程中使用的是 add-on optimizer。同时呢，他们使用了3个正则化，一个是 residual dropout， 说白了就是对每一个子程，在它进入残差连接之前和进入 layer around 之前，它的 dropout 率是 0.1， 也就是呢，把输出的10%的元素周尺乘以 0.1， 剩下那些只乘以 1.1。在 position encoding 的时候，同时也加上这个 dropout rate。另外一个呢，他们使用了 label smoothing。就是 softmax 函数的输出很难逼近1，因为这是个指数函数，需要输出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才能逼近1。为了使训练更容易，将 softmax 输出值降低到比较小的值，比如说 0.1 在这边就算是比较大的了，它是最靠近1的在那。好了，我们今天关于 transformer 这个框架就讲完了，现在敲黑板。你们自我检查一下，以下几个专有名词它的概念都理解了吗？attention 是怎么计算的呢？Transformer 中用了哪3种不同的 attention？ multi-head self-attention、multi-head attention、masked multi-head self-attention。啥是自回归 auto-regression？Layer node 和 batch node 它们差别在哪？这个模型的时间复杂度在哪？同时呢，为了劝 Transformer 这个模型，我们有哪些超参数是可以玩的？向量的长度 d， 还有它迭代了套了多少层，它是 encoder 有6个，你也可以变。每一个 MLP 隐藏层输出的大小，H 呢这边表示了多少个注意力头 multi-head。DKDV 呢是每一个头中 key 和 value 的维度，就这里512除以8个头。P 是 dropout rate， 它是选了 0.1。Label smoothing 呢是学习标签，所以后续我们劝这个 transformer model 的时候，可以通过调节这些超参数来改变模型的大小和复杂度。再插个题外话，现在 transformer 8子中，目前就只剩1个人还在 Google 了，其他人都各自自立门户了。其实2017年这篇文章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没想到它有如此跨时代的意义，真的是 one way to rule them all。它不但在 computer vision 呀，像 vision transformer 呀、detection transformer 呀、object segmentation 啊，包括现在multimode large language model、clip 呀、DALL-E 呀，运用的。下次有机会给大家讲一下 BERT 和 GPT 模型，他们是怎么运用这个 transformer 框架的。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